杀，一个不留。快走，快走！快啊！交出袁崇焕的儿子，休想！你们快走，应将军！怎么了？快，快先过去！快！承志，快！你们拦住他！快走！这！卿卿，那金子就归我们温家所有。那我小惠妹子呢？来人！是。放开我！承志哥哥，小惠妹妹，你没事吧？我没事。只要你能打赢，这人跟金子啊，你都带走。既然前辈说要考教，那晚辈就只好献丑了。好，我这里的兵器，你随便挑一件。打你！小弟弟，你这把剑借我用一下好不好？虽然前辈要考教兵器，晚辈却也不敢用真刀真枪。就拿这把木剑与前辈切磋切磋吧。真是太小看了，老夫行走江湖数十年，如此小觑老夫这对双锤的，你倒是初会。好，
娘，就是他。多谢三爷爷相让。一把木剑都打不动，我要你何用？滚开！三爷爷，三爷爷。年轻人，功夫不错呀。小弟弟，这木剑还你。来，接接我的飞刀如何？我们刚才不是讲好只比一位的吗？你刚才也……好，那前辈出刀吧。好本事！啊！师弟，不要伤他性命。啊！金蛇郎君，金蛇郎君在哪里？快说！各位前辈有话好说，何必动怒呢？金蛇郎君夏雪宜到底是你什么人？他在什么地方？难道你是他派来的？我和金蛇郎君从来没见过，他怎么会派我来呢？少装！就算从娘胎里开始练武，也不过20几年的功力，为何功夫如此了得？金蛇奸贼更是了得，不也还是栽在我们的手里吗？姓袁的那小子，明天晚上一定会再来取金子，那个时候，我们再好好的对付他。大哥说的对。金蛇郎君竟然会藏山华山绝壁，居然又让你遇到，也算是奇遇了。只是不知道金蛇郎君到底和温家有什么仇恨，竟然如此难以化解。是啊，本来他们已经认输了，可是一见到金蛇郎君的武功就翻脸了，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哎，对了，那个温清的母亲也真是奇怪，她听到金蛇郎君的死讯之后，竟然昏了过去。青帝曾对我说过，他爹和温家有很深的过节，温家仇视金蛇郎君，也不知道这其中可有关联。我也觉得温家五老对金蛇郎君恨之入骨，温清的母亲对他却甚是关切，恐怕其中有很多隐情。金蛇郎君在遗嘱中也提到浙江石梁温家，明天我再去温家。啊，
你还要再去温家？你不怕他们？金子还在他们手上，无论如何也要拿回来。识相的留下黄金，饶你性命！放狗屁！且慢！姓温的，你也来搅这趟浑水？听说游龙帮倾巢出动，我当然是要来看个热闹。嘿，荣老爷子怎么没来？哈哈哈！杀鸡焉用牛刀，这2个点子，我来就够了。唉，说的也是啊。这2位是我的朋友，沙老大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吧。哼，说的容易，这么大一笔黄金，我们游龙帮盯了3天3夜。你一句话就想让我们收手？莫非你也想要这笔黄金？若是贪官污吏，劫了也就劫了。这笔黄金可是闯王的军饷，关系到军队补给，关系到天下苍生。这样的钱，咱们不能动啊！少拿李自成来吓唬人，我们不吃这一套。弟兄们，动手！杀！追！赶快去追，别让那小子跑了！快！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狗贼！你为何要对我袁家赶尽杀绝？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把包袱留下！站住！别站住！站住！我就知道你是好人，谢了。快！站住！分开跑！好。分头追！快站住！这边！快！站住！站住！兄弟，把包袱扔给我，快啊！好，接着啊！你包袱在那边！那边！追！前面姓温的，
站住！站住！包不在这边，这边，快追！包不在这边，接着！走，快追！站住！站住！给我！快！快站住！快！站住！站住！要杀就杀，何必犹豫？难道你杀人之时，从来都不犹豫吗？我是奉命行事，所杀之人自然该死，何必犹豫？狗贼！只要奉了王命，你就可以滥杀无辜，不辨是非了吧？扬州，知道你荣帮主武功盖世，又何必在小辈面前卖弄呢？有本事找我爷爷去啊！你搬出你的几个爷爷来吓唬我？哼哼，他们要是真有本事，也不会让女儿给人家糟蹋了，就更生不出你这个小杂种来。现在哭也来不及了，我得先教训教训你，再跟你的爷爷们评理。今天我不在你的脸上做个记号，你就不知道老大的厉害。哎呀！元兄，加油，加油！
元凶，你真是好功夫啊！只守不攻。喂，小心啊！元凶，快走！上来！快上来！走走！帮主，来！帮主！走！快！嘿嘿，哎，红娘子，这女娲功夫不错，我们好好玩玩。我们就是玩玩，你可别当真啊！打输了，你可要乖乖的跟我走。你打输了，可别跟着我。五毒教。是啊，现如今我已改邪归正，入了华山派门下。不如你也改邪归正，当我的徒弟吧。我说小道士，还不赶快磕头！住手！木桑道长，原来是你，师兄。
你来了，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么多年来，谁不知道我们俩早已恩断义绝？穆仁清那个老猴子浪得虚名，别人怕他，我玉贞子既然有胆上得了华山，就没有把这个神剑鬼剑的放在眼里。哎，你刚才说华山派跟我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我并没有得罪这个老猴子，为什么他3番2次的派人来跟我捣荡？我最后一次劝你，如果你再护恶不圈的话，莫怪师兄我对你不讲情义。我玉贞子一人一剑独步天下，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人敢对我说半句无理之言呢。哼！唉，看来我们2人要再次交手了。玉贞子，你认贼作父，这一次我绝饶不了你。哼！呵呵，你要跟我动手，凭你也配？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嗯。好，不枉你在西藏待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把它得到了。木桑道长见了师门铁剑，还不下跪？哼，你数次折辱于我，先前我还当你是师兄，每次都让着你。现在，你又待如何呢？难道你敢对铁剑不敬？啊！今天要好好的收拾你！你让。你没事吧？老猴儿，你来了。师祖，拜见师祖。啊，起来吧。见过道长。师傅，参见师祖。替手，你来了，太好了！青帝中了毒，帮我救治。起来吧。见过道长。好。师傅，徒儿拜见师傅。啊，起来吧。师傅。玉贞子，师傅，让徒儿来对付他。嗯。袁承志，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快来纳命吧！好，今天道长衣冠如此齐整，我们就来好好的打一场。呵呵，袁承志，你
3番5次坏我好事，今日你的死期到了。呀！青青姑娘，你醒了。哦，我扶你起来。好。你怎么样？没事了吧？好多了，谢谢啊。呀！大哥！呀！不！大哥，用金蛇锥打他！呀！
走。太好了，走。大哥，青帝，你知不知道这几天真是急死我了？我恨不得中毒的人换作是我。大哥，对不起。师傅。木桑道兄，今天的结果是他咎由自取，他卖主求荣，背师叛道，死有余辜。话虽如此，但他毕竟是我的同门。唉，罢了，就让老道把他葬了吧。道兄，你自己怎么打算？你华山派的老猴儿、小猴儿齐聚一堂，我这个老道呢，就不要再来凑热闹了。师弟呀，我带你走吧。师娘，啊，董君。师娘，怎么回事啊？他叫红娘子受伤昏倒了。哦，以为你藏在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啊！你住手！夏雪宜，我要让你烟消云散，让你烟消云散，夏雪宜。夏雪宜，我要把你撒在华山脚下，永不超生，永不超生！什么味道？夏雪宜，你好毒啊！你竟然给自己下了毒！走。
青帝，青帝，青青姑娘，青帝，青帝，青青，青帝，青青，青帝，青青，啊，青帝，青青，青青。盟主，何姑娘她死了，这里有毒，先离开这儿。那她呢？走啊！好。这金蛇郎君竟会在自己的骸骨之中种下剧毒，这又有谁能想得到啊？什么？他在自己的骸骨里下毒？他都死了这么多年了，都变成枯骨了，那怎么会在自己的骨头里下毒啊？哼！等有一天你老人家升天归位之后，你倒在自己的傻骨头里种点毒药看看。师傅，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跟我开玩笑？我这不是随便问问吗？哦，我知道了。如果要是有人烧他的骨头，那他骨头的毒烟就会置人于死地。要这么说，这人也太厉害了，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但还能去对付要害他的人。倒是他活着的时候，他得多厉害呀！嘿嘿，幸亏啊，承志哥哥发现的早。青青姑娘，青帝，不是已经给他服了道长的解毒灵丹了吗？金蛇郎君用的毒药是五毒教的独门配方。如果要解药，盛海在，你马上去接何姑娘，速到华山来救命。是，那我这就动身。盛海，辛苦了。袁承志，你喜新厌旧，你是个负心人，你不算好汉。青帝，从今以后，我心里只有你一人，绝不会依爱他人。师弟，师弟，二师兄、二师嫂，小弟有礼了。哎，免礼免礼。师弟，你这是怎么了？我，是这样的，青青姑娘中了毒，小师叔正在为这件事儿难过呢。啊，这可不行啊！当家的，那茯苓手乌丸还剩下7、8颗，我给青青妹子送过去。快去！哎，谢师哥。是冒充的。当然，也有可能我那个小朋友师傅是假冒的。哼，这个好办，请袁师叔过来一趟不就行了吗？现在他们正忙着呢，没空。师傅呢？师傅、师娘、师伯、师叔4位，还有木桑道长，正在商量怎么救治那个姑娘呢。这位姑娘，我们2个人还好说话，不过龟二娘来了可就不好办了。她这个人嫉恶如仇，见了你这种妖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快点走吧。你们又不是我的小朋友师傅，凭什么让我下山呢？在那儿呢！救我！红娘子，红娘子，你怎么了？何姑娘，快救我！怎么回事？在那儿呢，快！站住！你们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撒野？奉大顺皇帝座下全将军之令，前来捉拿叛逆李岩之妻，你敢阻拦吗？李岩将军是我师父的义兄，是大大的英雄豪杰，天下谁不知闻？我说各位，你们就别再为难这位娘子了吧。少废话，拿人！
你等着，走。哈哈哈哈哈哈！请问道长法号，可是 B 派师祖的朋友吗？你们是华山派的人？正是。道长有何见教？穆老猴倒是收了不少女徒，眼福不浅嘛！啊！哈哈哈哈哈！哦，眼前就有2个大美人儿，我得好好看看呐。你们师祖问起来，就说玉真子来拜访过了，见他徒弟教的不好，带了2个女徒儿去带他教导。啊，3年之后我娇艳了，自会送还。你也跟我去吧。这位道长，您的武功可真俊啊！请问您的道号叫什么呀？贫道玉真子，这个女娃你叫什么名字？你说我的功夫好，那就跟我回去，我再好好的教你。你说话可不许骗人呐！咱们2个说过的话，可都是要算数的。贫道怎么会骗你呢？走吧。等等，别急呀，等我师傅来了再说吧。等你师傅？哎呦，你就是功夫学的跟你师傅一样，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饭桶师傅，还是不要去理会他了。我师傅本领大得很，要是让他知道我跟你走，他要不依的。哎呀，你呀，就别跟着他丢人现眼了，啊！师妹，师妹，这个妖道武功甚高，你照顾好红娘子，我去请师傅他们过来。荣帮主武功盖世，又何必在小辈面前卖弄呢？有本事找我爷爷去啊！你搬出你的几个爷爷来吓唬我？哼哼，他们要是真有本事，也不会让女儿给人家糟蹋了。就更生不出你这个小杂种来。眼前荣彩出言侮辱自己的母亲，这让温青青气得瞬间落泪。而一旁的荣彩见自己已经占据了优势，也并没有打算就此放他安然离去。只见他飞身而起，直接就攻了上去。这是袁承志初入江湖的第一战，所战之人正是朝廷鹰犬安剑清。2人交战在华山脚下的深谷中，此时的安剑清非常吃惊，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年纪不过20左右的黄毛小子竟有如此高的剑术修为。隐约间他觉得胜利的天平正在朝他倾斜，这使得安剑清不得不使出全力。袁承志见状佯装不敌逃走，而安剑清又紧随其后，2人越过溪水，跨过树林，最后来到了悬崖边上的空地继续拼杀。袁承志虽师承天下第一人神剑仙元穆仁清，但从未与人进行过生死之战。安剑清觉察出这一点，一声怒吼之下，用剑劈出滚滚烟雾，随即将劈开的巨石打向了袁承志。就在袁承志挥剑抵挡之际，安剑清趁机攻他下盘，随后又是一记飞脚，直接将他踢落悬崖之下。不过好在他在危机中抓住藤条保命，在袁承志一阵转身换位后，终于是积蓄了一点力量。他借力一蹬，直接引中欲祸莫怨。枯骨的身前更是放着一个蛇形铁盒，里面放着一封布满灰尘信件，上面内容写道：盒下土地3尺，可葬我骸骨，使我身居地下，不受虫蚁之苦。凡葬骨者即为我门人，然后可开启铁盒，盒中有武功秘籍1份，藏宝图1张。
得知可冠绝武林，富甲天下。这封书信是一位名叫金蛇郎君的前辈所留，而心地善良的袁承志第一时间并没有贪图盒子里面的武功秘籍和藏宝图，只是默默地拿起了铁盒，准备挖掘下面的土堆将其埋葬。但当他挖开土堆后，惊奇地发现此处竟还要另外一个盒子。君诚心葬我骸骨，朕乃忠厚仁者，托以重宝秘术，我心无虑也。前者铁盒不可开启，盒中书谱地图均假，且有剧毒，以惩戒贪欲恶徒耳。珍品在此小铁盒内，骸骨旁石壁有我随身利器金蛇剑，得宝剑秘籍，纵横天下可也。原来金蛇郎君怕自己遇到贪欲小人，只顾着武功秘籍与宝藏的下落，不诚心安葬他的枯骨，所以在第一个盒子内放了剧毒。得宝之人，务请赴浙江衢州10两，寻访女子温宜，赠以黄金10万两。事后，袁承志将其骸骨安葬，随后又走到了金蛇宝剑的旁边。哈欠，竟当着众人的面侧卧在地上。温家五老却瞬间警觉起来，一个个绷紧了脸，将他团团围住，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中了什么圈套。你说这是怎么了？小师叔奇怪吧？这几个老头也奇怪。要是都这么客气的话，我看干脆别打了。你师叔现在用的法子是后发制人。五人见袁承志故弄玄虚，当即把手中的盾牌掷了出去。盾牌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把能跑的路全封死了。袁承志身子一晃，金蛇身法施展开来，在地上左躲右闪，几十个回合下来，愣是一下没挨着。温方悟低头一看，手里的盾牌不知什么时候没了，抬头找了一圈，见袁承志躺在地上，顿时乐开了花，大笑着走上前去。没成想他刚凑近，袁承志猛地从地上弹起来，手里的玉簪直刺过来，一直点在他穴道上。温方悟身子一僵，当场动弹不得。袁承志顺势往下一矮，金蛇游神法贴着地面滑过去，顺手又点了温老二的穴道，眨眼功夫就制住了两人。剩下那三人阵型一散，再没什么威胁。论单打独斗，他们跟袁承志差着好几个档次。没几个回合，又有两人被点了穴，愣在原地。算我们栽了，金子还给你。温老大心里再不情愿，可那四个弟弟身上点穴的手法是华山派的独门功夫，解不开就得一直僵在那，他只好归还黄金。前辈，穴道被点又中飞刀，导致经络断损，以后万不可再与人动手。不过这样也好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修心养性，颐养天年了，也算是因祸得福啊。袁承志给那四人解开穴道之后，温青青悄悄凑过来，压低声音表示夜里来后花园一趟，而这次请袁承志来，就是想看看上次被温家五老打断没来得及看的金蛇郎君遗物。温怡捧着那张图，看着上头那熟悉的字迹，他心里头反倒踏实了，再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他抬起头，有释然，有决绝，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他握着金蛇锥，猛然抬手朝自己小腹刺去。袁承志和温青青大惊失色，一个箭步扑了过去，把我和雪姨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她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我把青青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她。这是温青青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金蛇郎君，说起来也挺心酸的。他活了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跟爹打照面。夏青青跪在坟前，眼眶红红的，却始终没掉一滴泪。袁承志陪着他把温怡的骨灰小心翼翼地埋在夏雪姨旁边。两个人生前没能好好待在一起，死后总算能做个伴了。袁承志走到石壁跟前，伸手把那柄金蛇剑拔了出来。他转身走到温青青跟前，把剑递过去，这把剑该是你的。温青青看了一眼那剑，摇了摇头，没伸手接。只有你才能配得上他。这是你爹的遗物，还是你带着吧？你不是答应过我娘要照顾我的？喂，快把金子拿出来，平分。这倒奇怪了，人家明明把黄金给了我，凭什么分给你一半？对不起了，1两都没有。好，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话音刚落，荣帮主的手下沙老大就看不下去了，直接提起棒子就冲了上去。但见温青青身法飘逸，一个转身便躲了过去。沙老大，你也太性急了吧！沙老大并未多言，直接又和温青青打了起来。只见他用棒子挑起一个麻袋扔向温青青，趁他阻挡之际，又是3枚毒针射出。小心！好在有一旁的袁承志提醒，这才没被他得手。温青青见他如此狠毒，自己也不打算留手。只见他踢开木箱，然后往剑中注入内力，直接刺出，用力震碎箱盖之时，又是2剑刺出，将沙老大的武器打入水中。住手！荣彩见游龙帮再次落败于一个女子手中，自觉脸上无光，随即自己跳上了小船，对着沙老大怒骂道：“没用的东西，
退好！温青青也趁此机会向袁承志抱拳致谢。小小的年纪便如此心狠手辣，那沙老大不是你的对手，我荣才借你2招。只见他单手运起内力，直接将一旁的箱子抓得爆碎。而温青青也自知不是荣彩的对手，于是放出自己爷爷的名字来震慑他。知道你错嘛，这不过人长得更标致啊！阿九正要出手教训这个不长眼的纨绔子弟，旁边突然窜出一批黑衣护卫，这帮人动作利落，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把那马公子摁在地上，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打得他哭爹喊娘连连求饶，那副狼狈模样跟刚才的嚣张劲儿简直判若两人。阿九见状也不多留，转身飞回小船上。袁承志站在岸边，心里头暗暗称奇，心想这女子年纪轻轻，武功却如此了得，不知是哪家高人的弟子。袁承志和温青青在回去的路上边走边聊，琢磨着那神秘女子的身份。温青青撅着嘴，语气里带着几分醋意，看她那身打扮不像寻常人家的姑娘。袁承志点点头，正要说些什么，突然前头传来一阵嘈杂声，两人抬头一看，好家伙，那马公子不知悔改，竟带着一帮人堵在前头，他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可那股子嚣张劲一点没减。还是跟我恢复吧，咱们好好乐呵乐呵。好啊，不过我有样东西忘记拿了，不如你陪我回去吧。温青青见他这副不知死活的模样，心里头那点火气噌的就上来了。他也不多话，转身就往前头走，把那马公子引到了一处僻静无人的巷子里。等到了巷子深处，温青青停下脚步，慢慢拔出腰间的宝剑。他回头看了袁承志一眼，剑光一闪，快得让人看不清。待袁承志再回头看去，那马公子已经捂住喉咙，鲜血从指缝里喷涌而出。一旁跟着的下人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要跑，可还没迈出2步，温青青已经追了上来，一剑刺出。那人惨叫一声，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端着酒杯凑了过来，他摇摇晃晃走到那女子跟前，嬉皮笑脸的要敬酒。这2位姑娘是我叫的，凭什么把她们带走？凭我。你谁啊？我是谁？告诉他，我们家马公子是凤阳总督马大人的亲侄子。马士英的侄子竟然如此下流无耻，他这凤阳总督是怎么当的？那马公子在秦淮河一带横行惯了，平日里哪有人敢跟他顶嘴？闻听此言，他脸上的笑容当时就僵住了，瞬间大怒。他一挥手，身后那几个如狼似虎的下人撸起袖子就要往船上跳。反观阿九却是不慌不忙，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脚尖一点，船板整个人轻飘飘飞身而起，那身法快得跟一阵风似的。就见他脚尖在那几个下人胸口一点，那几个大男人就跟下饺子似的，全掉进了河里。阿九轻飘飘落到岸边，拍了拍裙摆上的灰尘。那马公子站在那儿，眼珠子瞪得溜圆，嘴巴张着，半天合不拢。中游走穿梭，温家五老对视一眼，心知这小子不好对付。他们同时从背后摘下盾牌，运足内力，齐齐掷了出去。袁承志见状一跃而起，紧接着俯身而下，一剑一个，把那几面盾牌击飞出去。4人飞身接住盾牌，一拥而上，竟生生把袁承志困在了半空中。温老大趁他手脚受限，把手中的盾牌也狠狠掷了出去。袁承志退无可退，只能挥剑应挡，没想到手里的宝剑被生生斩断了。温老大站在对面，嘴角露出得意的笑。让你跪下，来发个誓，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字也不说出去，再把金蛇郎君葬身之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你以为我当真破不了你的五行阵？我只是现在没有趁手的兵器罢了。温老大听后还以为袁承志耍起来无赖，当即表示练功房的各种武器你随便挑选。让众人没想到的是，袁承志看都没看那些兵器一眼，他径直走到安小慧身边，表示借他头上的玉簪用用。安小慧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伸手把簪子拔了下来，递到他手里。温家几人一看，当时就愣住了，这玉簪又细又脆，一碰就碎，怎么能当武器使？他们面面相觑，脸上满是嘲讽之意，心想这小子怕不是疯了吧？袁承志也不理会，把玉簪往手里一攥，一个跳跃，再度回到了悬崖之上。辗转腾挪间，两人已火拼数千招，双方均是耗尽了体力。两人同时出剑刺向面前的大树，都想借助视野盲区将对方击倒，但两人也都在关键时刻侧身躲开。随后二人向剑中输入内力，大树直接被二人的内力炸得粉碎开来。袁承志抓住时机，将脚下的木桩踢向安剑清，随后一剑斩出，将其打得单膝跪地。安剑清见状奋力反抗，让他再次滑行到身后的悬崖边。危机之下，袁承志猛攻对方腋下，而后顺势攻击对方下盘。安剑清瞬间就失去重心，飞向了悬崖之下。踉跄间，他使出宝剑，及时插在了石缝之中，这才没有被摔得粉身碎骨。可是当他回过神之际，袁承志的长剑已经紧贴他的脖颈处。要杀就杀，何必犹豫？难道你杀人之时从来都不犹豫吗？我是奉命行事。安剑清看着此时的袁承志，心生一计。好，死住手！他趁着袁承志回头之际，直接飞上悬崖，
挑开他长剑的同时，直接一脚将他踢飞。袁承志也是来不及反应，直接掉落万丈悬崖。不过他身为我们的主角，怎可能如此草率收场呢？袁承志得幸落在了峭壁之上，他看了看下方的万丈悬崖，不由得一阵后怕。就在他起身寻找出路之时，一个神秘的洞穴出现在他眼前。走近后，却发现此地金蛇遍地，而一旁也坐落着一具枯骨，身后倚靠的岩石上亦留有字迹：众宝秘术，父与有缘，入我们。袁承志拔出插在石壁中的金蛇剑，只见此剑形状甚是奇特，整把剑就如一条蛇盘踞而成，蛇尾勾勒成剑柄，蛇头则是剑尖，蛇又分有双叉。手刚握之便觉得定为当世神兵，他拿在手中查看了一下，又将其放回了剑鞘。然后他翻开了金蛇郎君所留秘籍，他仔细看去，里面竟是高深武学，当即断定金蛇郎君生前定是名绝世高手。前辈的剑法轻功暗器，晚辈都已牢记在心。袁承志将秘籍内的功法尽数习得，走之前唯独留下了金蛇剑，让其与金蛇郎君为伴。荒山寂寞，金蛇剑就留在此地，与前辈作伴。晚辈告辞。他为了完成金蛇郎君的遗愿，寻找温宜，踏上了前往浙江石梁的道路。路上他结识了一个俊美少年温青青。温青青此前截胡了闯王的2000两黄金，准备乘船离开此地。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在道上早已传开，如今有不少人都在打探寻找。次日，他们便遭到了游龙帮众人的拦截。老夫今天卖你个摆阵！这将是袁承志与温家五老的终极一战。温家五老随即摆开五行阵，严阵以待，而反观袁承志却是满脸不屑。温老大见他这般模样，心里头那点火气噌的就上来了。他一挥手，率先出手朝袁承志攻了过去，又快又狠。这5个人在这阵法上经营了数十年，配合的那叫一个天衣无缝。一时间，就连满级大佬袁承志也被这阵法困得有些手忙脚乱。袁承志不敢硬扛，当即施展金蛇身法，在人群中，要说这袁承志如今可是真正的满级大佬了，手里头握着金蛇剑，身边还有温青青陪着，要剑有剑，要人有人，走到哪儿都让人羡慕。处理完金蛇郎君的后事，俩人便动身前往南京城。此行的目的是想找建文帝留下的那批宝藏。一路奔波到了南京，已是傍晚时分。温青青提议去秦淮河畔逛逛，袁承志也没推辞。两人找了家临河的酒馆，要了几个小菜，一边吃一边听河上飘来的曲子，那曲调悠扬婉转，听得人心里头舒坦。温青青偷偷瞄了袁承志一眼，见他正听得入神，心里头暗暗欢喜。就在这时，一艘小船从远处缓缓驶来，船头坐着个女子，一身素衣，低头抚琴，那琴声如泣如诉，一下子就把袁承志的魂给勾去了。他端着酒杯，眼睛直直地盯着那船上的女子。温青青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脸上的笑意当时就淡了几分。河岸上也有不少人被琴声吸引，三三两两的驻足聆听，正听得入神呢。一个有紧烟杆，运起内力，那硕大的烟嘴就跟个风箱似的，把周围的烟气一股脑全吸了进去，越聚越浓，越聚越沉。他猛然转身，一口白烟呼的一下激射而出，直奔袁承志面门。吕七见被轻松化解，当即再次一口火焰喷出。袁承志见状，连忙施展混元功，那火焰裹着内力，看着来势汹汹，可到了他跟前，力道就被一层层卸去。他反手一掌，以掌风推动那火焰原路折返，直击吕七。这一下可好，那恐怖的火焰蔓延开来，瞬间把吕七整个人吞没。吕七惨叫一声，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头发烧焦了，衣裳也破了洞，哪还有半点高手的样子。众人见他这副模样，一个个捂着嘴偷笑，眼里满是嘲讽。黄真站在一旁捋着胡须，笑呵呵地开了口：“刚才吕七先生可说了，只要能动3根金条，所有黄金奉还。兄弟，给你谢过了啊！”岂料就在几人以为可以顺利拿走黄金的时候，一旁的温家五老见吕七跑了，他们一个个又舔着老脸，又开始耍赖皮。拿金子可以，但要先破了我们的五行阵。要说温家这五行阵，袁承志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头。这阵法不但名震江东，就连金蛇郎君那等高手当年都被困在里头，差点脱不了身。可闯王的军饷那也不是闹着玩的，关系到多少人的性命。正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一条小青蛇不知从哪儿溜了进来，在地上游来游去。崔希民眼尖，抄起家伙就要把他打死，却被一旁的黄真给拦住了。黄真指着那条蛇，慢悠悠地说道：“青蛇打拳昂首，便是等你先行动手进攻。一旦露出空当，青蛇便会趁虚而入，从你的破绽中反击。”袁承志盯着那条小青蛇，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他猛地一拍大腿，顿时幡然醒悟，一下子就想起了《金蛇秘籍》里记载的破阵之法，那上头写的明明白白，攻其不备，一招致命，而后发制人。眼前这个叼着大烟斗，慢悠悠吞云吐雾的老头，便是江湖上赫赫有名江东第2高手吕七先生。话说那游龙帮的荣彩，前些日子在袁承志手里吃了大亏，便搬来了这位吕七先生，给自己撑腰壮胆，要求温家分黄金1半给他。按江湖规矩，
见一面分一半。话音未落，一道身影从外头飞身而来，稳稳落在场中。来人拱了拱手，笑呵呵地说道：“大老板，什么字号啊？想必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这财源茂盛啊，打三江啊！”温家众人定睛一看，脸色当时就变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华山掌门的大弟子黄真。华山的名头早已是名震武林，谁敢不给几分薄面？可那吕七先生不但丝毫不惧，反而冷笑一声：“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动我脚下3根金条，所有黄金奉还。”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呀！黄真的小徒弟崔希明哪受得了这般羞辱？他当即运起浑身内力，一腿直踢而下。可吕七先生随手一击，便打得崔希敏当场单膝跪地。不敢当，何必多礼呢？袁承志站在一旁，眼瞅着师弟被人一招撂倒，便缓步走上前来。他也不多话，直接施展出刚才那套华山腿法，一腿朝吕七扫去。吕七故技重施，焉敢朝袁承志小腿穴位点去？岂料却被袁承志轻松躲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袁承志身形一晃，金蛇游身法施展开来，整个人跟条蛇似的从他身边滑了过去。只见他双手一探，那3根金条眨眼间就被他尽数取走。袁承志退后2步，掂了掂手里的金条，笑着开了口：“好了，吕七先生，这些金子可是我的了。”吕七气得脸色铁青，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